走了整整4个小时，愣是一单都没开。今天上午就飘了几滴雨，好家伙，连个进店的人影都看不到，哪怕开张卖根棒棒糖、1包干脆面也行啊。结果倒好，营业额直接挂0，这生意做的我头都大了。今天又不是周末，就普普通通周4，咋生意这么惨淡？真搞不懂了。家人们，你们今天上午都卖了多少钱？我这直接吃了个大鸭蛋。这底下的客户给我反映，这个月简直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。不是说不卖的不好，而是压根儿都不卖，害怕不？做1天了，一个活没有啊！1分钱没挣，哎呀！中国经济持续大萧条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也是不例外。赚不到钱的民众生存都成了问题。有不少网友发视频显示，上海南京路步行街、虹桥站、上海火车站等地大量店铺关门，让人唏嘘。之前网上有一篇题为“到了虹桥站才知道上海是真没钱了”的文章，提到虹桥站内通道两侧店铺关门的关门，装修的装修，灯光昏暗，再没有当年的热闹气息了。但大厅人头攒动，燥热无比。虹桥已经节约到了连空调都舍不得开足的地步了。这种悲凉让不少人感到心酸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可以给一盒米，不要钱是吧？哎，谢谢你啊！这要放吗？哎，要饭，谢谢你。来，饭给你了。已经来了，谢谢你啊！不要钱，谢谢你。给你买双鞋要不？哦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鞋也不要。你这样以后我不敢来问你们店要饭了。没事，我给你买一双鞋吧。不可以啊！我真的不要。不要是吧？哎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不客气。网上一支视频表示，一名男子走进一间快餐店，看到桌子上有剩饭就吃了起来。店主阻止他，免费给他打了一份，并且说：“我这里如果有的话，你来得晚我就打给你吃。”你别吃，我打点干净的给你吃好不好？你喜欢吃什么，我打点给你吃。我要吃鱼啊。你想吃鱼？这个好吧？还想吃哪个？这里是不够。你够了以后，你不要吃人家吃过的东西。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百业萧条。7月份来报业绩了，姐妹们，你们7月份的生意都怎么样呢？我真的是快窒息了。我今天早上一开门，我老公就在店铺大呼小叫的，让我把店赶紧关掉，说是赔钱货。早上的9点熬到了晚上10点半，我才卖了200块钱。前天是卖了500块钱，昨天我还抛了一个零单，我连一个小吊带都没卖出去。我这可是投资了几十万的店铺，疫情以后，这个生意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透心凉。去年呢是咬牙保本，今年真的是血窟窿。7月都过半了，我才卖了这么一点点业绩，连电费都不够。我老公天天吼着要把店门关掉，可是这个店就像我拿命养大的孩子一样，关了它，我这个岁数的女人上哪里找工作呢？我更着急的是，我这还有一屋子的下款，10来万呀，像山一样的压得我喘不过来气。还有2个月，如果这个下款还卖不完的话，真的是砸到手里了。这个钱全部卡在这个货上，求去拿货我都没有钱，还有这个交房租。回头一看，我的口袋是空空的啊！想到这里，我真的是头大啊，每天愁的是睡不着觉。我的贷款估计是真还不上了。6月份生意差，好歹还能卖点货，可是7月份直接是凉透了。今天才卖了125，我这连续高温啊，已经整整3天没有卖过超过600块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下个月的贷款肯定要逾期。这笔款是去年年前上冬装时欠下的，一共5万多，说多吧还不多，说少吧就现在这行情，我上半年硬是没卖，没有挣出来。想想这生意干的，出门人家还叫声老板，实际上穷的叮当响。这2天愁的啊，根本睡不着觉，压力太大了。从现在起2个半月内，5万多的贷款要还，4万多的房租也要交。我现在是最怕碰见房东，想到今年能多挣点，又能赚钱又能顾家，结果呢，
钱没赚到，还欠上了几万的债，家里更是完全顾不上，整天守着这一屋子货，感觉头都快炸了。我的烧烤店要倒闭了，这是我4月份谈下来的，转让费是5万，房租3200，押一付3，总共花了6万2800。这些钱是我6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可能这几万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多，但是对于一个在家带了6年孩子，没有一分收入的宝妈来说，真的是很难很难的。很多人嘲笑我说，快40岁的人了，不好好在家带孩子，非要出来创什么业，这下好了，几万块钱打水漂了，嘲笑我活该。你们之所以嘲笑我，是因为没有见过我第一次伸手向孩子爸爸要钱时，内心做了多久的挣扎。博主阿婷说，她曾经是公司月入几万的经理，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会伸手向别人要钱，所以我不顾劝阻，义无反顾地开了这家烧烤店，没想到却以失败告终。心态有点崩了啊！今天目前为止还没开张，怎么个情况呢？不是没人啊，有人进来了4、5拨人，每一拨人都有事，生客老客都有。那为什么没有开张呢？第一个熟客啊，之前在我们店里买了内搭，没有买外搭，然后今天呢带他朋友过来看啊，他朋友说还可以，他说但是我家里有类似的，你不用买呀，我把我的给你看啊，一句话走了，没开成。第二个也是熟客，进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，我随便逛逛，因为我最近我觉得我非常挑剔，然后他试了一堆上衣，他觉得特别的，他也觉得太特别了啊，给他弄纯色的稍微简单一点的款，他又觉得太简单了。他说他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试衣服还是做其他事情，他都很挑剔，所以这个也没有成交。接下来的2、3波顾客也都没成交。博主小平感叹说，我觉得我已经不会销售了，归根到底是大家都没有钱了，都太穷了。天气不好，生意也不好，今天是零收入的一天。老公早上7点起来开门，就在办公室打瞌睡，吃了午饭沙发上一趟就是一天，抖音刷了一遍又一遍。下午实在没事干，把自己的车开进来，装装有活的样子，顺便把后备箱收拾一下。门口路上过路的车很多，进来2辆又何妨呢？一会一天就过去了，又到晚饭点了。老公说没活他整点活，结果在休息室里跳上最近挺火的那个咚哒咚哒咚了，哈哈哈！虽然没活，但是也不能气馁。做生意就是这样，没生意的时候要有耐心的等待，生意好的时候也得认真的把活干好，加油！我今天发工资了，到手一共发了4124块，除去社保和请假1天半，一共不到4200，固定往银行卡里存2000，剩下的2100，其中1000块作为房租和水电费，剩下的1000就是我的伙食费了。今晚搞个猪油，家里没油了，花生油太贵了，1小瓶就要几十块了。猪油炒青菜挺香的，晚餐就煮一个米线吧。下班回来买了一把青菜，花费2块多，今晚晚餐总计消费不到3块。我之所以这么省钱，是因为钱越来越难赚了，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。多传点以备之需，不至于说看个病，想办点啥事都得借钱。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想父母50多岁还在干苦力活，我想攒够钱带他们去旅游，品尝一下各地的美食。其实对于我这个大专学历的人来说，这个工资确实很低，拿不到提成，每月只能拿底薪，无法改变现状，所以我只能该节省就节省。现在这个大环境没有躺赢的命，就只能努力奔跑，一起加油吧！咖啡店倒闭，倒计时还剩27天，投入30万，房租1万2，每天3、5个客流。当初说好打造南宁最繁华商业中心，现在成了荡荡的园区。选择咖啡创业不是冲动，是在南宁的商圈反复调研后才决定开这家店，不是随便选择，更不是瞎赌。所以我不仅做了咖啡，也设计了自己的菜式，但现实很难，试过很多方式救这个店，甚至连找代运营都被骗了几千块。坚持简短视频，就是为了让附近的街坊看到我的小店。直到昨天，店里一下子来了8、9大叔，说刷了我视频了。女娃创业不容易啊，8杯咖啡感动的手都在抖。原来在你撑不住的时候，善意真的会从天而降。店里还剩27天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曙光，但只要你们还在，我就还想再拼一把。欢迎你来及时喝我们这段故事里的最后一杯咖啡。今年的钱是难赚到吓人，甚至比疫情那3年更难。有时候真的很羡慕那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，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拿，还交各种保险，
不像我们啥保障都没有。因为今年没去北京，在家陪读，现实的落差感真的是挺大的，很难适应。在我们这个13线的小县城，除了工资低，别的消费跟1线城市都有一拼的。工资稍微高点的陪不了孩子，想陪孩子的又没有合适的班上，也想着自己去投资一点小生意，但实体店更难干得要命。而且以我现在的这种经济是挣得起赔不起的，所以我也不敢轻易的去投资。到现在1分的收入还没有，搞得我自己都迷茫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啥都不如有个稳定的工作，而且能凑合干的工作，更不要盲目的去辞职，因为现在抬脚出去就是要花钱的。所以我更要把自媒体做好，毕竟没有一份工作比自媒体更适合我了，既能陪孩子又能挣钱。虽然刚开始挣的不多，但是我一直在坚持，我相信会有想象不到的结果。各行各业赚钱都很难，更令人忧虑的是，有的人为了生存而采取极端的方式。2名武汉的年轻女子直播卖血，她们说没有钱吃饭，就出来卖血换钱。她们每个人在武汉市第11医院都被抽了5管血。今年以来，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刷新纪录，从2023年的1158万到2024年创纪录的1187万，而2025年预计将达到1222万。因此，许多人调侃2025年是史上最惨大学毕业季。不久前被全网封禁的纪录片《毕业失业》，恰恰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现实。宁山是一名名牌的211大学的硕士，他读大学时正值中国房地产行业巅峰，曾经怀抱着憧憬选择了土木专业。然而，在2022年他硕士毕业时，房地产业已经萧条，土木行业步入了寒冬。他打开求职的 app， 却发现学历贬值严重，连登记专员、以审计助理等基础职位也最低要求是硕士学历，而拿到手的工资却只有5-6千块钱。他一直都找不到工作，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，最后被迫开了直播。他自嘲说，做一天直播，当天泡面的钱就有了。宁山是硕士毕业生，找工作都这么难，很多本科生或大专生找工作那就更难了。他们迫于生活的压力，有的不得不进入电子市场卖手机，或转行做房地产、汽车销售，也有不少人去送快递、跑外卖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